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将解读《不容易变老的人吃的食物》这本书。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从今天开始，你吃什么将决定你衰老的速度；第二，从根本上防止细胞老化的最强水果；第三，从细胞层面逐渐年轻的5种神奇食物。首先，让我们讨论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你吃什么将决定你衰老的速度。谈到衰老或变老，你会想到什么？许多人可能会有负面的印象，觉得变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变得更加有魅力，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因此，与其简单的变老，我们更应该追求有魅力的变老。比如，当你在同学聚会上见到久违的朋友时，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显得老态龙钟，而另一些人则皮肤光滑，看起来依旧年轻。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日常的护肤、高档化妆品以及美容疗法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身体内部的状况。作为一名消化内科的医生，作者在日常诊疗中发现，我们的外貌其实是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反应。作者发现，患者的皮肤状态是了解全身健康状况的重要信号，不仅仅是皮肤粗糙和痘痘、皱纹、斑点、暗沉、干燥和松弛等问题都是身体不良状况的体现。因此，如果你最近照镜子时感觉自己显得老了，这种外表上的老化可能不仅仅是年龄增长的原因，背后可能隐藏着其他健康问题。例如，如果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这可能是身体糖化的信号，如果不加以注意，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和慢性疲劳。又或者，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色斑，这可能是身体氧化的迹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增加高血压、肩颈酸痛和腰痛的风险。再比如，如果你发现头发干枯、指甲易断，这可能是缺锌的表现，如果不及时补充，可能会导致味觉障碍和贫血。此外，如果你有皮肤干燥和粗糙的问题，可能是蛋白质和脂肪摄入不足，导致细胞新陈代谢受阻。所以，当你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变老了，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年龄，而是身体内部某些问题的反应。你的外貌和身体状况过早衰老，很可能是因为体内出现了某些问题。例如，衰老速度快的人，体内很可能发生了氧化、糖化、细胞新陈代谢紊乱以及胃肠不调这4大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加速衰老。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延缓衰老速度。实际上，衰老速度有快有慢。有些人不仅外表衰老得快，身体内部和大脑也会比实际年龄更早衰老。这一衰老速度的差异在达尼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研究团队定期测量了约1000人的健康状况，发现38岁的研究对象中，有些人的生物年龄不到30岁，而有些人则接近60岁。虽然他们的实际年龄都是38岁，但生物年龄的差异竟然达到了30岁。这个差距非常惊人。导致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饮食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最经济、最方便的抗衰老方法就是调整饮食。作者认为，衰老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日常的身体保养、美容治疗和 SPA 等外在护理固然重要，但饮食才是最关键的。然而，作者指出，比起外部护理，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节奏，从内在进行护理。这种内在护理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那么，各位对于刚才提到的老化速度差异巨大的研究有何感想呢？对我而言，这项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因为它证明了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就可以变成不容易变老的人。这意味着通过努力，可以延缓衰老的速度，尤其是通过改善饮食，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速度。反之，糟糕的饮食习惯会加速衰老，导致体内出现问题，最终反映在皮肤上出现各种肌肤问题。这是人体的正常反应。皮肤看似一整片，但实际上是由许多小细胞层层堆叠而成。
这些细胞的构成材料当然来源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因此皮肤异常往往是体内营养不均衡或不足的表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便秘。如果你经常出现皮肤粗糙或反复长痘的问题，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肠道问题。慢性便秘会导致皮肤问题，这已经得到了医学的验证。反过来说，通过解决便秘问题可以改善皮肤状况。因此，即使使用昂贵的美容产品进行外部护理，便秘导致的皮肤损伤也很难得到缓解，因为根本问题在于便秘。同样，即使你的衰老现象是由于营养不足或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再怎么努力进行外部护理也难以解决问题。我们往往会重视使用昂贵的美容液或去美容院进行外部护理，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进行内在护理。当你照镜子时，如果发现脸部下垂、色斑和暗沉加重，显得老态，很可能是体内的氧化和糖化过程在加速衰老。例如，氧化过程会增加黑色素，导致色斑；破坏胶原蛋白使皮肤松弛，加速外貌老化；而糖化过程则会使皮肤暗沉、失去弹性，变得干燥。氧化和糖化不仅会使外貌看起来更老，还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导致头发不易生长、肩颈僵硬、血压升高等各种健康问题。因此，为了延缓衰老，不仅要注重外部护理，还要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进行全面的内在护理。经过以上的讨论，你是否明白了身体内部问题会导致外在表现，比如皮肤老化或头发问题？换句话说，皮肤异常或外貌老化其实是身体发出的 SOS 信号。这样的人需要更多的注重内在护理，并通过内部调整身体。而要彻底进行内部整理，最关键的是改善饮食习惯。根据作者向美容皮肤科医生咨询的结论，食物的效果最为显著。即使进行了最新的激光治疗、注射透明质酸或使用昂贵的功能性化妆品，如果患者的家庭护理和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不良，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是从美容皮肤科医生那里得知的。如果你能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来保持年轻，那么与此同时，你的健康也会比以前更好，身体内部的状况会显现在外表上。简而言之，通过关注饮食等方面，使自己更健康，也就是说，你的外表也会更好。你可以同时获得健康和年轻的外貌。相反，不良的饮食习惯等会影响健康和年轻的外貌，因此你可能会失去这两者。希望所有正在阅读的人都能改变饮食习惯，实现健康和年轻的外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二部分，从根本上防止细胞老化的最强水果。要保持细胞年轻，关键在于了解氧化、活性氧和抗氧化物质。大家对氧化这个词有概念吗？通常我们用苹果来解释氧化现象。把苹果切开后放置一段时间，切口会变成红褐色，这是因为苹果的断面暴露在空气中的氧气中，苹果中的多酚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反应就是氧气与其他物质结合所引起的，称为氧化。实际上，在我们体内也会发生氧化反应。简单来说，氧化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生锈，加速衰老。当我们呼吸并吸入氧气时，其中一部分会在体内被激活，转化为一种叫做活性氧的物质，它会氧化身体并导致生锈。周围有很多因素会增加活性氧的生成，比如紫外线、食品添加剂、排放气体、吸烟和压力等。不良的饮食习惯、睡眠不足等也会增加活性氧的产生。过多的活性氧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加速衰老过程，导致皱纹、色斑等问题的出现。因此，减少氧化压力对于保持年轻和远离疾病至关重要。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内部已经天生具备了一种抗氧化系统来对抗氧化压力。然而，当活性氧超过这种作用时，身体就无法完全处理，氧化过程就会继续进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会减弱，导致活性氧在体内积累的速度加快。这就是为什么抗氧化物质非常重要的原因。
抗氧化物质可以清除活性氧，防止它对身体造成损害，从而帮助身体保持健康和年轻。除了身体自然具备的抗氧化作用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食物或补充剂从外部获取抗氧化物质，以增强身体对氧化压力的抵抗能力。比如在肌肤方面，当自身的抗氧化能力无法跟上时，例如在进食辛辣食物、疲劳、压力等情况下，就需要从外部提供支援。为了保护皮肤免受损伤，通常会建议摄入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等的食品来补充抗氧化能力，特别是富含强效抗氧化剂的多酚类物质。例如多酚类物质，前面提到了苹果的例子，苹果切口变色是因为多酚类物质的作用。多酚类物质可以与活性氧结合，充当身体的替身，防止其他物质被氧化，可谓是一种救世主般的物质。因此，为了防止氧化，重要的是要避免日晒、吸烟、摄入大量的油脂，以及避免疲劳和压力等。同时，每天摄入富含多酚类等抗氧化物质的食物，这是对于不想衰老的人的简单而正宗的途径。大家或许听说过多酚类这个词，例如红酒富含多酚类物质。此外，多酚类物质分为大约8000种不同类型，其中一种备受关注的是白藜芦醇，一种多酚类物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红酒对健康有益的说法，实际上是因为红酒中含有白藜芦醇。可能有人会因此想要更多的饮用红酒，因为它富含白藜芦醇。但是确实，红酒中的白藜芦醇是有益的。一方面，我们知道酒精对健康有害，所以不能仅仅因为红酒富含白藜芦醇，就认为饮用红酒就能变得健康，这是不正确的。请大家注意。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近年备受关注的强效抗氧化剂白藜芦醇，以及如何有效地摄入它。答案就是摄入白藜芦醇含量极高的越橘。越橘是一种生长在北欧恶劣环境下的植物果实，夏季阳光强烈，紫外线辐射也很强。为了保护自身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越橘蓄积了丰富的白藜芦醇，这可谓是大自然为自身保护而产生的防御机制。越橘不仅被用于制作果酱和肉类调料，而且在北欧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就把它视为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果实，并被广泛应用于传统医学中。实际上，白藜芦醇已被多项研究证明具有显著的功效，例如消除皮肤斑点、增加肌肤水润度、预防老年痴呆、改善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以及预防牙周病等。因此，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摄入白藜芦醇来提高皮肤的健康，还可以预防多种疾病。所以，让我们积极摄入白藜芦醇吧。根据查到的资料，越橘通常以果酱的形式出售，也有一些作为补充剂出售。当然，如果你能获得新鲜的越橘，直接食用是最佳选择。有趣的是，据说越橘也可以自己种植。种植植物的行为可以增加幸福感，提升自我肯定感，因此有很多不同的好处。养护越橘植物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我认为不仅可以直接食用越橘，还可以在烹饪等方面广泛使用。你可以通过搜索找到很多使用越橘制作的菜肴和食谱。但如果可能的话，建议你积极摄取其他种类的多酚类物质，例如咖啡中含有另一种多酚类物质绿原酸，绿茶和红茶含有儿茶素，大豆含有异黄酮，可可成分含量高的巧克力含有可可多酚，姜含有姜酚，姜黄中含有姜黄素，洋葱中含有胡皮素。如果你能注意摄取这些多酚类物质，你就能逐渐成为一个不易衰老的人。关于多酚，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要经常摄取是非常重要的。听说多酚对健康有益，于是有些人一听说多酚好，就会大量摄入，比如一口气喝下几杯咖啡，或者一次性吃下大量覆盆子。但多酚易溶于水，摄入后约12小时内抗氧化作用会达到高峰，但大约4小时后作用就会消失。因此，最好根据这个4小时的感觉间隔来摄取。
以更有效地利用抗氧化作用。所以不要一口气摄取，而是每次饮食适量的摄入多酚，这样会更好。多酚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我希望大家都能摄入。所以我想再解释一下多酚的其他效果，以提高大家摄取多酚的积极性。另外，多酚除了延缓衰老的效果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效果，那就是减少炎症。多酚在高浓度下能够激活抗炎基因，抑制引发炎症的基因活化。当多酚浓度升高时，它能够激活抗衰老基因，加强细胞功能，使其重获年轻。此外，多酚中还含有可发酵的纤维，这对肠道内的益生菌是一种重要的营养来源。因此，摄取多酚后，您的肠道细菌将会受益匪浅。另外，据报道，多酚还有助于增加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数量。想要从内部调整肠道环境，追求年轻美丽的人们摄取多酚来调整肠道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多酚的摄取也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指血管壁内积聚胆固醇，导致血管壁增厚、血管内径变窄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血管变得僵硬。血管负责将养分和氧气输送到我们体内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血管僵硬，就会直接导致身体老化。多酚具有一定的防止血管硬化的效果，这正是它在预防衰老方面的作用。此外，多酚对美容也有一定的效果，这一点也是相当著名的事实。关于多酚对美容的效果，已经通过与咖啡摄入相关的研究得到明确证实。有数据显示，每天饮用3杯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脸上的斑点少，这是因为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能清除紫外线引起的活性氧，从而保护皮肤不受损害。我认为，今后如果能更加有意识地摄入多酚，对我们的皮肤和健康都会更有益处。接下来，我想讨论第3部分，从细胞层面逐渐年轻的5种神奇食物。为了保持年轻，我们知道保持健康饮食，为身体提供适当营养至关重要，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为什么许多人无法做到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身体内部的变化，每日饮食如何影响我们的细胞，可能并不清楚。因此，我想解释一下我们所吃食物如何影响我们的外貌，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食物对我们皮肤的影响。让我们谈一下皮肤的更新过程。我们的皮肤和其他器官一样，由细胞组成，并且细胞每天都在更新，进行新陈代谢。构成皮肤组织的细胞寿命约为4到6周，这个新陈代谢周期称为皮肤细胞更新。或许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大约4到6周后，我们的肌肤从细胞层面开始焕然一新，变成崭新的皮肤。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皮肤上的斑点会逐渐消失的原因。然而，有时斑点会一直存在而不消失，这是因为皮肤细胞的更新没有进行良好，导致新陈代谢受阻，色素一直残留在皮肤上。所以说，皮肤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每个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而在这个更新的过程中，制造新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如蛋白质等，主要来源于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吃的食物会在胃和肠道被分解吸收，然后转运到肝脏，变成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通过血管供应到皮肤的各个角落。了解了这个机制，就可以理解每天摄入优质营养对于持续制造高质量细胞是多么重要。如果每天都能摄入优质营养，就会为皮肤提供所需的材料，使皮肤状态变得更好。相反，营养不足或不健康的饮食会导致皮肤细胞再生受阻，成为皮肤问题的根源。促进皮肤细胞更新以保持年轻的关键点，仍然是食物，无论使用多么昂贵的化妆品或护肤品，甚至接受美容治疗，如果基础的细胞不能有效生成，那就毫无意义。此外，不仅仅是皮肤，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数量高达约37万亿个。这37万亿个细胞中的每一个细胞膜都由脂质构成。如果长期摄入不健康的食物，摄入对身体有害的油脂，
那么每个细胞膜都会由不良脂质构成。当全身的细胞膜都由不良脂质构成时，身体各个部位就会出现问题。这一点可以轻易想象到，特别是脑部其重量的60%是脂肪，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脂肪团。如果脂肪由不良油脂组成，脑细胞之间的通讯就会受阻，脑功能也无法充分发挥。因此，通过饮食为我们的每个细胞注入充足的营养，促进细胞更新，对于使细胞恢复活力至关重要。我相信你已经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该吃什么、怎么吃呢？我并不打算在这里介绍复杂的食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地域、年龄都不同，所以我将以常见的皮肤问题为切入点，解释如何通过饮食改善和预防这些问题。让我们开始探讨如何改善常见的皮肤问题，比如皮肤干燥和疲惫。在肌肤问题中，非常常见的是干燥肌。你们中间也可能有很多人皮肤干燥、起皮的情况。实际上，饮食不均衡很容易导致干燥肌，特别是蛋白质和脂质的摄入不足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要保持肌肤湿润，需要摄入作为皮肤细胞材料的肉类、鱼类、乳制品等。同时，也需要皮肤油脂的成分来维持肌肤的水分。很多人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需要增加蛋白质和脂质的比例，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提到增加蛋白质和脂质的比例，那具体该吃哪些呢？对于蛋白质，就是需要高氨基酸得分的蛋白质；而对于脂质，则是需要 Omega-3系列的油脂。高氨基酸得分的蛋白质指的是优质蛋白质，比如鸡肉、猪肉、牛肉、鸡蛋等；而 Omega-3系列的油脂则是指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脂肪酸。这些 Omega-3脂肪酸有助于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调整肠道功能，从而预防皮肤问题的发生。此外 ，Omega-3脂肪酸还有助于保持血液流畅，预防动脉硬化和生活习惯病，可谓是最强大的脂肪之一。Omega-3脂肪酸主要存在于鲑鱼、提鱼、秋刀鱼等青鱼以及亚麻籽、坚果等食物中。为了补充容易不足的蛋白质和脂质，首先应多食用这些食物。除了蛋白质和脂质外，摄入富含黑色素的食物也对皮肤大有益处。我们的皮肤具有屏障功能，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外界刺激并保持水分。如果这种屏障功能受损，即使是轻微的刺激也会导致皮肤受损，使花粉等物质更容易渗入。保持皮肤屏障功能正常运作的关键在于保持皮肤保湿因子角质层间脂质的量。随着年龄增长，皮肤中的角质层间脂质会逐渐减少，因此积极摄入含有丰富角质层间脂质的食物对维持皮肤屏障功能十分重要。具体而言，可以选择食用含有大量角质层间脂质的食物，例如魔芋、雪莲、黑豆、海藻等。重要的关键词是黑色，因为黑色的食物含有丰富的角质层间脂质，对皮肤十分有益。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下一个食物吧。如果你想预防晒伤和色斑，建议选择摄入抗氧化作用强的食物。紫外线导致皮肤老化已经司空见惯了吧？暴露在紫外线下会产生活性氧，对皮肤造成严重损害。作为一种防晒方法，积极摄入具有高抗氧化作用的食物至关重要。典型的抗氧化食物包括富含多酚类的蓝莓、草莓、蔓越莓等浆果类以及巧克力。此外，越橘中富含白藜芦醇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其他例如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含有虾青素的鲑鱼，富含维生素 C 的甜椒等绿黄色蔬菜，以及富含维生素 E 的坚果等。与此相反，一些食物易导致皮肤氧化，例如油炸食品、加工肉类，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等。这些食物被认为是活性氧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保持年轻，最好避免食用。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具有高抗氧化作用的食物，例如每天早晨喝一杯白开水和橄榄油。早上喝一杯白开水和每天摄入1勺橄榄油可以缓解皮肤问题，因此作为一种解决方法，
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立即喝一杯白开水，并在一天中摄入1勺橄榄油。早上喝水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温暖胃肠，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胃肠功能。而橄榄油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可以刺激肠道活动。另外，补充锌也非常重要，可以通过摄入富含锌的食物来实现。如果你的头发干燥、脆弱，容易长口腔溃疡，指甲容易断裂，这可能是缺乏锌的迹象。锌与细胞更新密切相关，因此锌不足会导致头发失去光泽、变细、容易脱落等问题。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建议增加摄入富含锌的食物，如瘦肉、鸡蛋、奶酪、牡蛎等。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食物对于内外健康都至关重要。然而，我想最后强调一点，追求完美的饮食生活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践完美饮食的人并不多见。选择完美营养平衡的食材，按照完美的热量计算制作食谱，按时吃饭，绝对不吃零食或夜宵，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没有人能够花费所有时间只想着饮食，因此不需要追求100%的完美，60%到80%的实践已经足够了。如果总是追求完美，最终可能会放弃。所以最好采取尽可能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实践的态度。如果你能做到60%到80%，那么你肯定比之前更健康了。只需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实践即可。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